原文：虎之象为道者，为鸟玄达，深不可至，夫为不可知，故强为之容。曰：禹何其若东涉水，犹何其若渭四邻，炎何其若客，美何其若林泽，豚何其若卧，春何其若浊，冬何其若玉。卓而勤之，于亲；女以重之，于生。保此道，不欲淫。夫为不欲淫，是以能避而不成。白话：古人修道深通经纬，难以形容勉为描述。参与则慎，规定则密，主管则容，共事则勤，聚集则公，复苏则播，盛满则虚，宜其情理，其道自明，细心培养，其道自生，使守道法，不求盈满，忽有余地。古人修道深通经纬，言语难以尽述，只能略作形容。参与事务时，心要谨慎，事情未定时，态度要严厉；作为主管时，要懂得包容；与人共事时，要勤于协助；众人聚集时，要以公心为本；事业复苏时，要能繁殖培育；功业盛满时，要懂虚怀自省；处事合情合理，道自会明确；细心培养不怠，道自会生成。能持守这份处世之道，不求盈满，便能留有余地而从容自在。这一篇文章的作者应该是一位性情浪漫的人，要理解其中的意涵，必须动用想象力。在夏后的古代，也就是夏朝，许多人修行是为了能更好的处事，因此他们的修行与处事方式皆合乎自然的规律。合乎自然规律，故不欲追求满盈而常保源泉。因为不求盈满，所以留有余地而游刃有余。留有余地，便能避免汤龙之悔、洪涝之害。李耳从周王室守藏室摘录下的黄老之学，内容多是3代以来智者的论述。黄老之名，意在指那些如黄帝旦的政治思想家们。而诸子百家皆诞生于东周时期，可以说百家之源皆出自黄老之学。因此黄老不应被狭义地归为道家，只是李耳个人偏好于论道、论德的篇章，所以后世才多以为他所记皆为修道之书。黄老并非指黄帝与老子两人，正如父老也不是父亲与老子两人，而是指如黄帝一般的政治家们。至于后来的《道德经》，则是汉武帝为遂行专制，命儒臣篡改重编的产物，借以偷换原本以民为本的治理思想。早在周公时代就已有搜刮查禁的手段，到了秦始皇，则更以焚书的方式破坏典籍。这些手段的目的，都是为了抹除民本之道，让百姓盲目顺从于君本思想，以便更容易被统治。当人民被形化为温顺的羊群时，便可供剪毛、挤奶，甚至宰割。这种治术便是所谓的牧民，也就是专制统治者牧养人民的王霸之术。李耳所摘录的黄老思想，其性质与孙武所编撰的《孙子兵法》有几分相似，
两人都汲取了古代智者的言论，只是取向不同。李耳偏好广泛涉猎，内容涵盖哲理、政治、修身、修行、兵法、礼制，而孙武则专注于兵学，收录战略与军政的智慧。他们的差别在于，李耳并未改变黄老思想的原貌，因此黄老之学虽仅5000余字，却汇聚了近100篇笔法不一、思想各异的古文片段，而孙武则融会贯通，条理清晰的分类与阐述，使《孙子兵法》成为古代兵学的集大成之作。到了战国时代，知识分子已开始尊称李耳为老子，这一称呼让汉武帝的古文篡改省了不少功夫，但也无可厚非，毕竟经历了长久的思想禁锢，军本思想已成为主流。东周的学者早已与3代的黄老珍修隔绝，他们所能接触到的，顶多就如郭店楚简般的民间遗存。所以当李耳笔记最初问世时，有见识的学者一眼便知它是黄老之学。但这种说法不利于君王统治，于是老子之名诞生，将代表无数古圣先贤的黄老变为皇帝与老子两人。黄老之学各篇文章不仅文笔形式明显有别，内容上也常出现彼此矛盾的观点，原因在于李耳所抄录的资料其年代横跨数千年。例如在本篇中就有极富诗意的描述：禹喝其若东涉水，由喝其若渭四邻，炎喝其若客，美喝其若临泽，豚喝其若沃，春喝其若浊，庄喝其若玉。这种语句其实更像是一首上古诗歌，就与黄老之学其他篇章的风格截然不同。从夏朝以道为治的思想，逐渐演变成周朝以礼为治的制度，我们清楚地看到，文明意识在延续中渐渐老化，而智慧的根源也在封闭中开始腐化。从夏朝道法自然的道治思想，逐渐演变为周朝道法制度的礼制思想，我们可以清楚发现文明意识从壮年逐渐老化，民本思想被打压封闭，而军本思想遂开始腐化文明。那么，道究竟是什么？本文所说的道与王道、道法自然、道之物以及非恒道中所说的道，到底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呢？简而言之，道就是意识规律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分别看看这几种道的关键差异。第一，善为道。本文所言的道，是修身与处世的持守之道，它教人如何在现实中行于真理。第二，王道。王道在夏朝时可说是政治上的菩萨道，方下我执，利益众生，其关键在于为无为，见为能反，平等而柔，疏导用弱，在无形之中治理好一切。第三，道法自然。所谓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这里的道是指自然的法则，而自然的法则最终仍根源于意识的运作。第四，道之物。这指的是万物之所以能够相对存在并保持相对恒定的运行规律。这种恒定的规律
出自于创造宇宙的有为意识。第五，非恒道。真相告诉我们，宇宙并非永恒存在，也非恒定不变，因此道的法则也会随着意识的转变而改易。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矣；爱以身为天下，汝何以济天下？这段话讲的正是夏朝王储的教育之道。所以说，民本思想的王道就是政治上的菩萨道，在于放下我执，以众生为怀。只不过夏朝的王道取法于自然，商朝的王道取法于人心，到了周初，其王道则变成取法于制度。当民本思想逝去，君本思想崛起后，王道都被改变成帝王术了。道德经的王道正是如此。无为而治的思想，是一种因洞察真相而融入治道的智慧，约在夏朝中期融合于王道之中。如大渊氏，是曰远，远曰反。又如反也者，道之动也；若也者，道之用也。以及天下有始，以为天下母，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复守其母，莫身不殆。这些反、复的观念都在说同一件事，觉悟了有为带来的偏差与危机，便会回归自然，返本还原。因此，无为并非不干预，更不是不作为，而是让宇宙与人世都能重归清净与太平，并在无形之中做好预防与治本。无为的功德远非有为的功业可比，正如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所说的不住相布施，以意念净化无数微观世界，这样的功德无量无边。无为正是因为有为太过而生的解药，它不是消极的止息，而是一种高层次的周遍与复原。就像今日的地球生态危机，正是人类有为太甚的结果。当人们开始重视环境富裕，那其实就是一种无为的实践。只是这种无为的层次还太浅薄，所以多半只能延缓恶化，治标而已。要真正治本，就必须改道，而治道的层次可分为数个阶段，从道、道德、道仁、义、礼、法，再往下就是暴乱与灭亡。若仅以法治为本，治理水准大约只有40分，再努力也只是防守底线。要想得高分，就必须改变根本的治道，提升整体的治理层次。